我和小三同一天在同一个医院生产，婆婆来照顾月子，还带着另一个刚刚生产完的女人。她是我侄女，家里没人照顾，就让她和你一起住吧。我没反对，毕竟她是我老公的妹妹。谁能想到这一住竟然是8年？8年里，每个人都以为我嫁了个好丈夫，温文尔雅，体贴入微。但其实我和小三同住8年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孩子被交换了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一切源于上个月，我去医院看望刚生产完的好朋友周倩，路过护士台时，听到几个护士在低声讨论八卦。现在的男人真是不可信啊！你们新来的不知道，8年前有个男人看着真是24孝好老公，结果呢？一个护士说道：结果啊，一边是老婆，一边是小三，就住在907、908隔壁间。另一个护士接话道：对，他老婆叫陆兰依，咱们医院都知道呢。周倩还在病床上絮絮叨叨地说着育儿经，我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她的声音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，模糊不清。我的脑海里全是护士们那句他老婆叫陆兰依。8年前，我住的是907，我强撑着和周倩告别，逃也似的离开了医院，一路飙车回家。我感觉自己像踩在棉花上，轻飘飘的，随时都会坠落。刚踏进家门，陈琳那尖利刺耳的叫骂声就钻进了我的耳朵：你个小赔钱货！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准动我的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紧接着是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一声声像锥子扎在我的心上。我再也忍不住，怒火瞬间窜上头顶，冲进客厅。陈琳正扬着手，做事要打苏小妹。小小的孩子蜷缩在沙发角落里，瘦弱的肩膀瑟瑟发抖，脸上满是惊恐和泪水。他那双眼睛像极了林峰，却又带着一丝我熟悉的影子。你干什么？我一声怒吼，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陈琳被我的气势震慑住，手僵在半空，讪讪地放下，转过头，脸上堆起虚伪的笑容。嫂子，你回来了，这孩子不听话，我教训教训他。教训你，这是虐待！我怒不可遏，一把将苏小妹拉到身后，紧紧护住。孩子的小手冰凉，还在微微颤抖。我心疼地抚摸着她的头，柔声安慰：小妹不怕，舅妈在。陈琳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嘴唇翕动着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了回去。我将孩子支开，让他去房间玩玩具，然后我转身，冷冷地盯着陈琳，一字一句地问：陈琳，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久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老公？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陈琳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避开我的目光，支支吾吾地说：他在外地跑工程，很忙，没时间过来。跑工程？我冷笑一声，步步紧逼。那你是回老家生的孩子，还是在同城生的？为什么不跟着你老公，反而赖在我们家不走？我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利剑，刺向他伪装的面具。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眼神躲闪，双手下意识地搅在一起，暴露了他内心的慌乱。我是在老家生的。他声音颤抖，几乎听不见。那时候情况特殊，我妈身体不好，没人照顾我，只能跟着姑妈来同城。他的解释漏洞百出，谎言拙劣的可笑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充满了厌恶和鄙夷。是吗？我拉长了声音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我还有事，我先出门了。陈琳慌乱地逃跑了。陈琳出门后，我翻箱倒柜，终于在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个红色的文件夹。我颤抖着手打开文件夹，
里面赫然躺着一张婴儿出生证明，医院的名字刺痛了我的眼睛。同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和我女儿的出生证明是同一家医院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天旋地转，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愤怒、震惊、惶恐、委屈、恶心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几乎将我淹没。我紧紧攥着那张出生证明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陈林、林峰，还有我那无辜的婆婆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林峰和陈林很警惕，我决定放长线钓大鱼。我在家里隐蔽处装了几个摄像头，并假借公司组织亲子游的名义带走2个孩子。临走前，林峰看上去无比体贴地叮嘱我们安全。我假装很开心地应付他。分开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查看监控。我死死盯着手机屏幕，陈林那张涂着大红唇的嘴巴一张一合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刀子，狠狠扎进我的心脏。他出差了，家里就我们俩了。林峰的声音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。他走到陈林身边，手臂自然地环上他的腰，动作熟练得令人作呕。陈林得意地笑了笑，湿漉漉的头发还在滴水。他扭动着腰肢，径直走向我的衣柜。你干嘛？林峰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纵容的笑意。当然是穿他的衣服了，怎么，怕了？陈林拉开衣柜门，我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挂在里面，他像挑选商品一样，一件件翻看着，语气轻佻至极。你还真够骚的。林峰不但没有阻止，反而坏笑着走过去，最后停在一件我最喜欢的真丝睡衣上，伸手拿了下来。这衣服你老婆穿好看还是我穿好看？陈林接过睡衣，眼神里充满了挑衅。小妖精，肯定是你好看啊。林峰一把将她搂进怀里，在她脸上狠狠亲了一口。还是你会玩，这样更刺激。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强烈的恶心感涌上来。他们肆无忌惮地在我的床上翻滚、亲吻、拥抱，每一个动作都像一根根尖锐的刺，扎得我鲜血淋漓。我的手指颤抖着，点开手机，飞快地编辑着文字，准备发给我的律师。你真觉得他一点都不怀疑吗？陈林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安。他那个白痴什么都不知道。林峰不屑地哼了一声，还真以为我对他忠心耿耿。不过我们还是得小心点，别让他发现什么。陈林的声音里透着一丝谨慎。发现什么？发现你是我的小骚货，还是发现苏小妹才是他亲闺女啊？林峰的语气充满了嘲讽和得意。陈林也跟着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，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那个蠢女人对我们家林淼淼真好啊，怎么也不知道她自己闺女就在她眼皮子底下呢。哼，别提苏小妹，跟她妈一个德行，清高的不行，恶心的要死。轰的一声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。只剩下陈林那句苏小妹才是她亲闺女在我耳边不断回响。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窒息般的疼痛瞬间蔓延到全身。原来8年来，我不仅被自己的丈夫和小三蒙在鼓里，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被他们残忍地调包了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陈林对林淼淼百般宠爱，而对苏小妹却总是冷言冷语，甚至动辄打骂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林峰总是对我百依百顺，却在背地里和陈林苟且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却又找不到原因。原来一切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，而我就是这个骗局里最可笑的傻子。我猛地删掉了编辑好的文字，
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从心底喷涌而出，几乎将我燃烧殆尽。我放下手机，缓缓抬起头，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苍白而扭曲的脸。我正在书房办公，听到陈琳正对着苏小妹大声呵斥，声音尖锐刺耳：“你这个小贱人，又把牛奶洒了！你是猪脑子吗？这么点事都做不好！”苏小妹低着头，紧紧咬着嘴唇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小小的身子瑟瑟发抖，她的胳膊上一道道青紫的淤痕触目惊心，那是陈琳教训她留下的痕迹。我的怒火瞬间被点燃，几步冲到陈琳面前，一把将苏小妹拉到身后，厉声喝道：“陈琳，你够了！你凭什么打她？”陈琳被我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，随即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。“我打我自己的女儿，关你什么事？你再动她一下试试！”我死死盯着陈琳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哟，陆兰依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怎么心疼这个小贱人了？别忘了，她可是我的女儿，她是不是你女儿我不管，但从今天起，我不允许你再碰她一根汗毛。”我的声音冰冷刺骨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这时，林峰从书房走了出来：“兰依，我知道你心疼小妹，但是陈琳也是一时生气，她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也知道，小妹这孩子有时候确实挺调皮的，教育孩子嘛，难免会严厉一些。”我看着林峰那张虚伪的脸，胃里一阵恶心。林峰一直在偏袒陈琳，竟然真把他们当兄妹关系。我真的痛恨以前的自己，愚蠢至极。林峰，你别再装了，你心里清楚得很，陈琳根本就不是在教育孩子，她是在虐待。陈琳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她尖叫道：“陆兰依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我怎么虐待她了？我只是在管教她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够了！”我打断陈琳的叫嚣，冷冷地看着林峰：“我今天把话撂在这里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小妹。我要送她去上国际学校，我会承担所有的费用。”陈琳一听，顿时炸了毛：“什么国际学校？你疯了吗？陆兰依，你凭什么送这个小贱人去上国际学校？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？就凭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就凭你住在我家！”陈琳被我的气势震慑住了，她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林峰的脸色也变得阴沉下来，他沉默了片刻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兰依，你别生气，这件事我们可以慢慢商量。送小妹去国际学校，是不是有点太没有商量的余地？”我直接打断林峰的话：“要么你们同意，要么就滚！”说完，我拉起苏小妹的手，转身走回卧室，留下林峰和陈琳面面相觑。我打开监控，看着客厅的两个狗男女，你说陆兰依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不可能，他那个蠢货能发现什么？林峰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：“你别自己吓自己了，他就是一时兴起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要送小妹去国际学校？那可是国际学校，一年几十万的学费，我的淼淼才配花这么多钱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静观其变。如果他真的发现了什么，到时候再想办法。”没过一会儿，林峰走进卧室，一脸带笑地冲我说：“兰依，你也别生气了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”我看着林峰那张虚伪的笑脸，心里充满了厌恶。好日子，林峰、陈琳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好友的电话：“喂，是我。”停掉林峰他弟弟在公司的一切职务，让他滚蛋。挂断电话，我心情舒畅，这才只是个开始。
果不其然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婆婆的电话就打到了林峰的手机上。林峰接完电话，脸色铁青，冲进卧室，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：“陆兰一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停掉我弟弟的工作？你疯了吗？”我故作惊讶，一脸无辜地看着他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最近忙着公司的事情，没太关注这些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”林峰将信将疑道：“我妈打电话过来了，说我弟弟被公司解雇了。这事不是你干的，我回头给你问问吧，我还在忙，晚点再说。”林峰的脸色阴沉：“那你尽快解决，我等你答复。”我心中冷笑，不再说话。过了2天，林峰告诉我，老家有点事，他要带着陈林回去一趟。老家有事，恐怕是马尔代夫有事吧？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温柔地叮嘱道：“老公，老家的事情要紧，你回去好好处理。还有，陈林身体不好，你路上要照顾好他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”林峰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不敢直视我的眼睛。他们飞机起飞后，我立刻行动起来。我登录网上银行，将林峰名下所有的银行卡、信用卡全部冻结，然后将他的手机号码拉入黑名单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悠闲地坐在沙发上，品着红酒，等着看好戏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我的手机就开始响个不停，都是林峰和陈林的电话。我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号码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，直接按了静音，让他们尽情地享受在异国他乡身无分文的滋味吧。半个月后，在大使馆的帮助下，林峰和陈林终于回来了。2个人狼狈不堪，像是丧家之犬。一进门，林峰就怒气冲冲地冲我吼道：“陆兰一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停我的卡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想干什么？”陈林也跟着尖叫道：“陆兰一，你这个疯女人！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受了多少苦？你竟然敢这么对我们！”我看着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心里一阵痛快。我慢条斯理地放下手中的红酒杯，淡淡地说道：“怎么了？你们不是回老家了吗？怎么，老家过得不顺心吗？”林峰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公司最近资金出了点问题，我这不是为了节省开支吗？电话我最近太忙了，没顾上。怎么，你们在老家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陈林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林峰一把拉住。他们理亏在先，只能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看着他们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心里充满了复仇的快感。其实，在他们出去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已经悄无声息地将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进行了转移。我本来以为一切都顺利进行，可以给他们致命一击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律师的电话。律师的声音低沉而严肃：“陆女士，我必须提醒您，林峰和陈林在外都有巨额高利贷，而且数额非常大，已经到了无法偿还的地步。我建议您尽快和他们撇清关系，以免日后被牵连。”我握着手机的手指瞬间收紧，指甲几乎掐进肉里。高利贷，这2个人渣！我强压下心头的怒火，尽量保持平静地问道：“他们借了多少？”林峰那边将近200万，陈林那边也有100万，而且据我调查，他们借贷的时间都非常久了，利滚利，现在已经是个天文数字。他们还真是大手笔。我冷笑一声，这2个人渣真是活腻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律师。我挂断电话，眼神变得冰冷。林峰和陈林回来后，老实了一段时间。他们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干了什么，还像以前一样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我看着他们虚伪的嘴脸，
心里一阵恶心。一个周末，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地对林峰说：“老公，我最近看中了一个楼盘，位置好，户型也好，升值空间巨大。但是我们名下已经有房产了，再买的话，贷款利率会很高，而且还会限购。”林峰一听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。他一直都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，最好是在市中心，这样他就能在那些朋友面前扬眉吐气了。那怎么办？这么好的机会，错过了多可惜啊！林峰急切地问道。我故作犹豫地说道：“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有点麻烦。”什么办法？你说说看。林峰追问道。我们可以先办个离婚，然后以我的名义全款购买那套房子，等房子过户后，我们再复婚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可以避开限购，还能省下一大笔贷款利息，而且到时候新房子就写你的名字，怎么样？我笑眯眯地看着林峰，眼神里充满了诱惑。林峰一听，顿时心动不已。由于我停掉了对他的支援，他现在急需一笔钱来偿还高利贷。现在我主动提出把房子写在他的名下，他怎么可能不动心？这能行吗？林峰故作迟疑地问道，但眼神里的贪婪却怎么也掩饰不住。当然行，我早就打听清楚了，只要操作得当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而且这套房子以后就是你的了，你可以随意处置。我继续诱惑道。那好吧。林峰终于抵挡不住诱惑，答应了我的提议。陈琳也在一旁煽风点火。是啊，姐夫，这么好的机会可不多的，你可要好好把握啊。等有了新房子，咱们一家人就可以住在一起了，多好啊！我看着陈琳那张虚伪的笑脸，心里冷笑不已。一家人，做梦吧！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着手准备离婚的事情。我找了最好的律师，起草了离婚协议。协议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我和林峰离婚，所有财产归我所有，孩子抚养权也归我。林峰看到协议的时候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他没想到我会这么绝，竟然让他净身出户。兰一，这不太好吧？我什么都不要，这让我以后怎么生活？林峰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语气冰冷。怎么，你不是想要新房子吗？只要你签了这份协议，新房子就是你的了。怎么，你现在又不想签了？林峰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。陈琳也在一旁帮腔。姐夫，你就签了吧，反正等买了新房子，你们就复婚了，到时候房子还是你们的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林峰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他以为我真的会和他复婚，以为那套新房子会是他的，他哪里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精心设计的陷阱。看着林峰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复仇的快感。离婚手续办得很快，林峰还沉浸在即将拥有市中心大房子的美梦里，对我言听计从。签完字，他迫不及待地问我：“兰一，咱们什么时候去看房？”别急，房子我已经看好了，就等过户了。不过最近公司有个紧急项目，我得去外地出差一段时间，等我回来。林峰一听我要出差，脸上闪过一丝失望，但很快又被喜悦取代。那你快去快回，出差？呵，林峰，你怕是再也等不到我回来了。我立刻联系了房产中介，以最快的速度将刚过户到我名下的房子挂牌出售。市中心的房子果然抢手，不到3天就找到了买家，而且价格比我预期还要高。拿到房款的那一刻，我心里一阵畅快。林峰，我就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套环境优美、
隐蔽性极好的别墅，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1周后，我重新回到公司，刚进办公室，就听到秘书慌张的声音：“陆总，不好了，林峰在外面闹事，说您骗了他，还说要见您。”我冷笑一声，该来的总会来。我整理了一下仪容，踩着高跟鞋，气场十足地走出了办公室。他看到我，立刻冲了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怒吼道：“陆兰一，你这个骗子！你把房子卖了，你把我赶出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厌恶地看着他。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和陈林那点破事？你以为我真的会把房子给你？林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虚伪的面具终于彻底碎裂，露出狰狞的面孔。陆兰一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要不是看在你有点钱，我才不会娶你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过就是个被我玩弄在股掌之间的蠢货。玩弄？我被气笑了，指着他的鼻子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林峰，你太高估自己了。你不就是指孩子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个蠢货！”我的话像一颗炸弹，彻底引爆了林峰的怒火。陆兰一，你这个贱人！我今天就打死你！我早有防备，迅速后退一步，同时大喊一声：“保安！”几个训练有素的保安立刻冲了上来，将林峰死死地控制住。林峰拼命挣扎，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，污言秽语不堪入耳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轻蔑和厌恶。林峰被保安拖了出去，他的怒吼声渐渐远去，整个公司大厅恢复了平静。林峰被拖走后的几周，公司里风平浪静，安静的有些诡异。我原本以为他会像疯狗一样反扑，各种手段齐出，毕竟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已经被我踩在了脚下。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他就像彻底消失了一样。这种平静让我更加警惕，林峰绝不是轻易认输的人，他一定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。我一边加强公司的安保，一边暗中调查林峰的动向。直到我30岁生日的前3天，一个熟悉的号码跳跃在手机屏幕上。兰一，是我，别挂电话，听我说完。他顿了顿，语气更加卑微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和陈林都是咎由自取，我们对不起你，真的。我想，能不能和你见一面？我们想诚心诚意地向你道歉，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。夫妻情分，听到这4个字，我胃里一阵翻涌。8年的欺骗，8年的隐忍，到头来他竟然还有脸跟我提夫妻情分道歉。我冷笑一声：“兰一，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，但我真的想弥补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加诚恳。我包了一艘游艇，下周6是你的生日，我想陪你过最后一次生日，就当是做个了断，好吗？我眯起眼睛，心中警铃大作。林峰绝不会这么轻易放手，他一定在打什么鬼主意。好啊，我故作轻松地答应下来。那周6见。蓝衣林峰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刻拨通了私人侦探的号码，帮我查一下林峰最近在搞什么鬼，特别是他包下的那艘游艇，我要知道上面的一切细节，包括船员、宾客名单，甚至每一个角落的监控布局。好的，陆总，我立刻去办。林峰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想玩什么把戏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，我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陆总，查到了，那艘游艇确实有问题，护栏被动过手脚，做了特殊处理，外表看不出来，但只要稍加外力就会断裂。我捏紧手机，指关节泛白，
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。林峰，你果然够狠，想让我死在茫茫大海上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做得好，这件事你就当从没发生过，明白？陆总，周六，阳光明媚，海风轻柔，我穿着一袭红裙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出现在码头。林峰早早地等在那里，陈琳站在他身边，穿着素色的连衣裙，脸色苍白，眼神躲闪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。我刚上船，扑通一声，膝盖撞击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码头格外清晰。陈琳跪在我面前，她泪流满面，声音嘶哑，看来最近一段日子确实不好过。兰一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勾引林峰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求求你原谅我。林峰也慌了，他上前试图抓住我的手。兰一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他的声音急切，带着一丝慌乱。爱我？我厌恶地甩开他的手。好了，别演戏了。我打断他，既然你们想道歉，那就拿出点诚意来，陪我喝一杯，就当是最后的告别。我走到甲板中央，那里正是被动过手脚的护栏位置。林峰和陈琳对视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。他们拿过酒杯，递给我一杯香槟。我接过酒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然后装作不胜酒力，身体微微晃动，向后退了一步，正好踩在护栏边缘。兰一，小心！林峰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猛地伸出手朝我的后背推来。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我的瞬间，我猛地侧身，避开了他的攻击。林峰用力过猛，身体失去平衡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向后仰去。啊！他惊恐的大叫，想要抓住什么。陈琳吓得脸色惨白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拉林峰，却被他下坠的力道带得一个趔趄，也跟着摔了下去。扑通！扑通，两声巨响，林峰和陈琳双双落入冰冷的海水中。我站在甲板上，冷眼看着他们在海水中挣扎呼救，渐渐没了声息。海风呼啸，卷起我的红裙，像一朵盛开在血色中的曼陀罗。林峰、陈琳，这是你们自己选的，怪不得我。我对着大海，一字一句，清新而冰冷。我假装惊慌，故意跑去没人的地方，假装找人求救。等我真的找到游艇上的船员，将林峰和陈琳打捞上来，为时已晚，两人早已没了呼吸，脸色青紫，双目圆睁，死不瞑目。我看着他们的尸体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海风裹挟着腥咸，吹乱了我的头发。我站在甲板上，看着远处渐渐驶来的警艇，红裙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。陆女士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游艇护栏确实被人动过手脚，监控显示动手的人正是林峰。我抬起头，脸上是恰到好处的悲痛和震惊。怎么会是他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捂住脸，肩膀颤抖着，泪水从指缝间滑落。我们夫妻一场，我一直以为。警察递给我一份报告，林峰生前欠下巨额高利贷，初步判断他是想制造意外，骗取高额保险金。我紧紧攥着报告，指关节泛白，声音嘶哑：警察同志，以后关于林峰的后事不必再找我了，我们离婚了，他还有母亲，还有弟弟，他们才是他的亲人。我转身，不再看那两个冰冷的尸体，也不再看那片吞噬了他们的大海。几天后，林峰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的前婆婆，带着林峰的弟弟林强，气势汹汹地闯到原来的别墅。陆兰一，你这个扫把星，你害死了我儿子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
婆婆在门外扯着嗓子嚎叫，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怨毒和贪婪。林强也跟着叫嚣：“嫂子，我哥死了，你得赔钱。你那么有钱，我哥的债你得还。”门开了，但他们没想到屋主早就变了别人，听说是道上的狠角色。门一打开，新屋主带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打得他们鼻青脸肿，然后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。那些高利贷的人也闻风而动，开始疯狂地向婆婆和林强讨债。他们住的房子被卖了抵债，每天过着东躲西藏、担惊受怕的日子，再也没有精力来骚扰我。我坐在阳光明媚的落地窗前，看着女儿路遥在花园里快乐地奔跑。另一个小女孩，也就是陈琳的女儿，现在叫陆琳，也亦步亦趋地跟在路遥身后，脸上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笑容。我给他们改了名字，斩断了他们与过去的所有联系。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会受到林峰和陈琳的纠缠。妈妈，你看，蝴蝶。路遥跑过来，手里捧着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，献宝似的递到我面前。我接过蝴蝶，轻轻抚摸着女儿柔软的发丝，心中一片宁静。阳光洒在我的脸上，温暖而明亮。属于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